注意看，女人穿着超短裙，开着红色超跑在公路上狂飙，刹那间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女人被吓坏了，赶紧上前施救，可她并不知道这就是手段极其残忍的食人魔。结果下一整个腿处被活生生的扯下来，女人大叫着想要逃跑，却为时已晚。又一个食人魔拎着斧头出现在眼前，手起刀落将女人劈成了两半。食人魔兄弟一人拖着一半回家享受今晚的美食，这就是开创20年前最经典的恐怖片，一经上映就被打上18禁的标签，也是致命弯道兵尺度最大的一部。极度暴力的血腥场面让人不寒而栗。友情提示：感兴趣全球高能，赶紧艾特上好友一起观看。电影开始，一名退伍老兵举办的野外真人秀即将开演，6名参赛者将在恐怖森林接受前所未有的终极考验。他们分别是猥琐男剑圣、比基尼美女小美和灵魂画者翠花，以及橄榄球运动员小黑和退役女兵莎拉。她在伊拉克大战中被称为战地征服者。金发妹本来是其中的一员，还在腿上纹了一个象征永恒的纹身，结果被食人魔劈成两半，无法到达现场。老兵一直等不到金发妹，只好临时安排制片人小娜代替她的位置，同时她也是摄影小哥麦克的女友。所有人到达弗吉尼亚的恐怖森林后，老兵开始宣布挑战规则，以抽票的方式将他们分成3组。森林里不仅安置了32台摄像机和一些报警装置，每个人还佩戴着一个微型摄像机，随时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胜出者将获得1000万奖金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所有人交出手机，开始向树林出发，接受终极考验。殊不知，真正的危险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。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树林放水时，就被突然出现的食人魔一刀封头，并被刮掉了整张头皮。老兵正在树林布置陷阱时，突然发现轮胎被弓箭刺破，本以为是参赛者的恶作剧，开始口吐芬芳。不料话音刚落，老兵赶紧躲到树后，下一秒一把斧头直接劈了过来。食人魔出现在眼前，老兵见状立马扔出匕首。大量黑色血液喷涌而出，可食人魔不仅没事，还变得极为兴奋。就当老兵一脸疑惑时，又遭到另一个食人魔的偷袭。另一边，莎拉在地上捡到一支断剑，以为是节目组安排的道具，将其绑到木棍上，做成一根长矛，化身战争女神。这时，她突然感觉这里极其诡异，行走了3个小时，居然没见到任何鱼虫鸟兽，除了剑圣的不断骚扰，根本没听到任何动静。We could get all nasty, nobody'd see a thing, except for 30 million people. You just don't get it, do you? I'm not into men.You're a lesbian? How hot is that? 拉拉到底是个什么鬼？有懂的小伙伴赶紧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小娜和翠花被分到一组，两人正在寻找食物时不小心触发了警报。按照游戏规则，他们必须在2分钟之内找到解药，否则小娜就会被淘汰出局。根据提示，两人迅速向河边跑去，终于在河流上方的树干下发现了解药。小娜小心翼翼向前蠕动，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，还好经历一段惊险刺激的漂流后，在最后1秒完成了任务。镜头一转来到麦克这边，为了提高收视率，准备给两人拍一段激情戏。小美为了一战成名，很快就脱得一丝不挂，可小黑看到后却一脸嫌弃的离开。本以为是个硬汉，没想到竟是个童子军。小美内心受到极大侮辱，强行要求麦克和自己深入交流。殊不知食人魔正在树林里注视着他们。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小娜和翠花经过时，正好看到两人激情的画面，一股强烈的痛感涌上心头。没想到自己深爱的男友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背叛了自己。翠花安慰道：千万不要为这种男人流泪，渣男就像掉在粪坑的硬币，刚开始丢了你会觉得有些可惜，但捡起来后只会让你更加恶心。小娜听后心情豁然开朗，果然所有小三没有一个好下场。两人激情过后，小美仍不舍离开，决定在河边享受一下日光浴。食人魔看着小美诱人的身材，开始在树林放飞自我。即将发射时，突然被机械手发现，上来就是2个大嘴巴，然后拿着砍刀愤怒地向小美冲去。小美还没来得及逃跑，就被对方乱刀砍死。食人魔看着血肉模糊的尸体，一脸无奈地和老婆打起了扑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娜这边在树林里发现一个小木屋，刚一进屋，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，墙上还贴满了畸形人的照片。两人被吓得大惊失色，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听到一阵惨叫声，原来是几个畸形人回来了，而且其中一个即将生产。两人躲在门后不敢出声，目睹了整个过程。只见一股黑色液体流出，一个极其丑陋的畸形怪横空出世。就当他们感到一脸震惊时，不慎被食人魔发现。两人赶紧跑进另一个房间，将房门反锁，结果发现窗户全都被铁链封死。眼看食人魔就要冲进房间，两人只好强忍剧臭从厕所里逃走。女人满脸惊慌的在森林里奔赴，而下小娜突然被一把斧头劈中脑袋，翠花看到恐怖的一幕，只能加速逃跑。一个手持弓箭的食人魔在后面全力追赶，最后凭借主角光环躲在石头后面逃过一劫。这时被袭击的老兵终于醒了过来，被食人魔刀挂在树上，血淋淋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刀具。更恐怖的是，一名食人魔正在解剖不死怎么办。紧接着2个食人魔又将小娜的尸体带了回来。
看到同伴死亡的惨状，老兵怒气值瞬间爆表。当食人魔准备对自己下手时，一拳击中对方的要害，凭借自己过硬的身体素质，轻松挣脱数波，将瘦小的食人魔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最后直接用霰弹枪将其击飞。剑圣和莎拉这边在猎人营地发现一大串新鲜的烤肉，莎拉以为是节目组安排的陷阱，可剑圣面对大自然的馈赠却毫不客气，决定带回营地和大家一起分享。就当几人津津有味地享受美餐时，遍体鳞伤的翠花终于跑了回来，将小娜遇害的事告诉大家，劝他们赶紧离开。可剑圣根本不信，认为这些都是剧情需要。这时莎拉突然看到这才发现他们吃的居然是金发姐的大饼。剑圣反应过来后，瞬间恶心坏了。随后几人一起踏上了逃亡之路。此时麦克回到房车，准备保存拍摄好的素材，殊不知食人魔早就躲进车。当他察觉到危险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随后另一名食人魔出现在身后，直接用弓箭刺穿他的身体。麦克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被食人魔带回了老巢。当几人跑到房车营地后，发现早就空空如也，几人再次陷入了沉思。因为离这里最近的小镇也要50英里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翠花决定到荒废的造纸厂暂时躲避。老兵继续寻找食人魔的下落时，无意间遇到一个善良的孤寡老人。相信看过上期的朋友一眼就看出，他就是加油站那个老人。老兵用针线处理好伤口后，便向他打听起食人魔的线索。原来30年前造纸厂倒闭后，留下大量有毒物质，几乎将森林里的动物全部毒死。畸形的母亲被感染后也发生了变异，由于这些孩子们近亲交配，生出来的怪胎不仅巨丑无比，而且还变得非常强壮，主要以捕食过路的游客为生。当老兵问他留在这里的原因时，老头突然暴露出本性，原来他就是这些食人魔的老爹，准备为死去的儿子报仇。可他乃是特种老兵的对手，老兵将其控制后，直接将点燃的炸药插入后背，然后迅速跑出了房间。当老头端着猎枪追出来后，直接被炸成了西瓜汁。随后他又返回房间，收集到一些武器，将脸涂成黑色，化身终极战神，决定将食人魔家族彻底铲除。此时其他人在前往造纸厂的路上，突然听到森林里传来凄惨的叫声，走近后竟看到食人魔战斗的场景。小黑看着熟悉的衣服，以为是小娜，立马冲上去帮忙，结果刚跑到跟前，发现这竟是食人魔的圈套，剑圣被当场吓尿，差点死了。还好莎拉和小黑战斗力爆表，一人一个将食人魔砍死。翠花趁几人战斗时大叫着向树林跑去，结果没跑多远就掉入了陷阱。食人魔满血复活后继续追杀，小黑为了安全起见，决定独自寻找翠花。最后几人在造纸厂汇合，很快他就根据熟悉的叫声找到了翠花。由于大坑太深，小黑趴在地上才能勉强够到。看这一段时，一直担心食人魔突然出现，用斧头劈开小黑的后背，结果导演并没那样做，让小黑成功把翠花救上来，并对他产生一丝好感。还没等两人深情一吻，食人魔就端着猎枪追了过来，将两人逼到了悬崖边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黑拉着翠花一跃而下，成功逃过一劫。莎拉这边正在逃跑时，突然遭到弓箭食人魔的袭击。剑圣逃跑时不幸踩中陷阱，被吊在了半空。莎拉准备用斧头砍断绳索，也不幸踩中陷阱。情深深雨蒙蒙，世界只在你眼中。相逢不问为何匆匆，山山水水几万重。很快食人魔就追了过来，面对生死，两人终于产出爱的火花，最后被食人魔一阵诛心，永远钉在了一起。小黑和翠花上岸后，很快来到了造纸厂，进入房间后没找到任何能用的通讯设备，却在柜子翠花被吓出猪叫，认为他生前一定在土地生活。随后两人在停车场见到了那辆房车，还从里面传来麦克的惨叫声。小黑毫不犹豫地上前施救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估计意外就要发生了。小黑让翠花在门口掩护，自己上车救人，结果发现播放的竟是麦克被杀害的视频。当他意识到自己中计后，食人魔已经出现在身后，小黑上去就是一拳暴击。下一秒直接被扔下汽车，镜头一转，两人被带到食人魔餐厅，小黑被他们吊了起来，而翠花却被食人魔用带有刀片的铁丝绑在椅子上，强迫他一起享受用麦克做成的美食。就在几人享受虐杀时刻时，战神老兵已经偷偷潜入食人魔老巢，通过地下通道找到了食人魔餐厅，结果一不小心触发了警报。食人魔听到动静，立刻带着武器冲出房间，突击食人组一路追到停车场，战神法克为主，偷偷躲在暗处，在手臂上划开一道口子，故意在地上留下一道血迹。当食人魔到达指定地点后，果断射出一根穿云箭。随后战神哥偷偷返回餐厅，用匕首帮翠花挣脱了睡醒，没想到刚救下小飞，就被返回的猎人魔一箭击中。战神哥让小飞撤离后，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被小魔头一装心灵锁链直接带走。此时翠花已经顺利跑出了大楼，而小黑却迷失方向，来到了角落车间。很快两个食人魔就追了过来，启动机器后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吼，猎人魔一把将小黑扔到角落机旁，小黑被吓尿了，发出一阵阵
翠花听后突然良心发现，但小黑被搅成肉馅前跑，直接骑在猎人魔身上，对着脖子狠狠咬了一口。小黑见状，立刻用搬运一把将猎人魔摁进了绞肉机，关键时刻被另一个食人魔一锤干倒，将猎人魔揍了回来。情急之下，翠花胡乱摆动墙上的开关，将两个食人魔同时撞倒。电影最后，两人成了这场野外真人秀的最后赢家，开着金发妹的超跑离开了这个荒芜之地。但致命弯道的故事才刚刚开始，食人魔家族正在用化学药剂和那些美食培养新一代的铁血战士。